湖南近现代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奇事，一门七院士，三主席，一个黎氏家族竟然出了这么多的专家和学者。祖父李保堂是前清戊子科举人，父亲黎松安是同治9年中的举人，老大是语言学家，老二是音乐家，老三是地质矿产专家，老四是教育家，老五是铁道桥梁专家，老六是文学家，老七是音乐家，老八是作家。这就是湖南湘潭的黎氏八郡。嗨，大家好，我是安兰，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我们的视频主要题材主要包括一些奇闻美景、古书院、古塔、古桥、古村落、名人故居，以及一些几百上千年的古树等历史古遗迹。视频中跟大家讲述这些历史古遗迹背后的真实故事与神话传说。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视频题材，欢迎订阅并收看我们的频道，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我来到了湖南省湘潭市，来实地探访这座黎氏八郡故居。我在想，到底什么样的家庭才能同时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国家栋梁之才呢？今天带大家一起走进黎氏故居，一探究竟。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省湘潭市，来探访一座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座故居，叫黎氏八郡，也叫黎氏八兄弟故居。当然，这座房子不仅仅只是有8位兄弟，中间还有3位姐妹，总共这个家庭是8子3女这样的一个家庭，8个孩子都非常的游戏。当然，中间这3个女孩子也是非常的了不起。这位母亲在中国培养了非常厉害的子女。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座黎氏八郡是原址原貌。之前这座黎氏八郡占地面积有12亩，在我镜头的正前方，现在这块空地也属于黎氏八郡的宅基地，只不过现在没有房屋，已经不复存在了，已经倒塌了。现在前期视频，我先带大家看一看这座黎氏八郡故居到底面积有多大。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镜头的正前方这一块面积，一直往前走，我们可以看看这座黎氏八郡的占地面积有多大。我们就是沿着这条水泥路面走的话，都需要接近3分钟才能走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座黎氏八郡当初在这块村落是属于大富大贵、非常有钱、非常有地位的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现在这座黎氏八郡，当地政府部门做了一定的修缮，要不然整个黎氏八郡的故居都完全坍塌，找不到任何的历史痕迹，因为它里面所有的房屋都用的是这种泥砖修筑的房子。好，现在我们走到这一侧来看看，我们看一看黎氏八郡以前整个占地面积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大家可以看到这座黎氏八郡，你看看全部是用的这种
泥土房，泥土烧成的砖，然后再盖出来的房子。所以经过接近200年的历史，所以这些房子基本上都坍塌了。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一片以前都属于黎氏八郡故居的宅基地，而且我镜头的正前方这些房子因为没有人为的修缮，都坍塌，找不到痕迹，有些部分也快坍塌了。好，现在我们进去看看黎氏八郡里面还有哪些陈列设施，还能看到200年前这座黎氏八郡有哪些样的生活设施。黎氏八郡故居，他们家族啊，不管是从他母亲娘家那边还是夫家这边，都属于达官贵人的一个家族，书香门第的家族。黎氏八郡的祖父以前是清朝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员，他的妈妈也就是黎氏八郡的母亲，他的祖辈也是在清朝为官，都是显赫的家庭。好，现在我们来到黎氏八郡的正门，上面有一块文物保护碑，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黎氏故居2012年立的牌子，上面写的是黎氏八星地故居。这个大门框就是木质的。这里的泥巴好细。今天突然之间下起了瓢泼大雨，在1个小时前我们开车过来的路上还是艳阳高照，但是下过雨后啊，空气非常的清新，而且非常的凉快。今天的温度，室外温度接近有45度左右，但是下过雨后啊，给人非常神清气爽。好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座黎氏故居上面写的叫李景恒故居，它只是其中老大的名字。这座故居也是经过当地政府部门一定的修缮，大家才能看到这样的规模。在我的左边，这个是属于黎氏故居原有家族的一个设施，基本上没有经过大面积的一个修缮，保留了100-20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这个房子它没有采用那种夯土墙或者是青砖的修筑风格，完全是这种泥巴房、泥土房，但是能够屹立200年不倒，也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建筑，算是一个奇迹吧。好了，现在我们进去参观黎氏八郡故居。好，现在映入我们脸面的是黎氏八郡故居家风悠长的一个简介，上面有黎氏八郡这位8位兄弟的一个介绍。李景勋是1890年到1978年，李景飞是1891年到1967年，李景耀是1895年到1954年，李景宇是1899年到1954年，李景是1901年到1981年，李景明是1906年到1999年，李景光是1909年到1993年，李景阳是1915年到2018年，这是他们的一个生平。
上面有简单介绍了这8位新帝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比如说李景飞是歌舞中国近代歌舞之父，中国儿童歌剧创始人，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代表作有《桃花江》《特别快车》。李景耀是采矿的一位专家，然后李景宇呢是教育家，然后李景锦呢是道路桥梁家，然后李景光呢也是音乐家，写了《采槟榔》《夜来香》，尤其是在上海滩那一块，大家看一些比较老的电视剧，上面什么夜来香啊，唱这首歌呀，非常的熟悉。然后李景阳是一个作家，李景明也是一个文学家，李景熙呢是一个语言教学家，是中国汉语言文字93学社的创始人。这是第18星帝的简单的介绍，待会儿我会详细说一说这8位星帝的故事，以及第18兄弟另外3个姐妹的一些简单生平介绍。这个牌坊上面是李18兄弟故居之变迁的一个说明，上面是李18兄弟唯一的一张照片，是8个兄弟为他母亲祝寿的拍的一个照片，上面是他的李18兄弟父亲黎松安与艺术大师齐白石的合影，然后他的妈妈女儿这些合影。好，整个这目前看到的这个故居是经过了一定的修缮，要不然不会有如此的干净和整洁。这是黎18星聚家人的一个合影，在1920年于北京拍的照，距今的话有105年了。有些照片大家可以通过互联网也能获取和能够获取一些老照片。这是黎18郡以前的一个全景头，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当初的辉煌啊。这是老大李景飞啊，音乐家，上面也是音乐家李景光，姊妹李景煌、李景文，子女黎明飞。上面是黎18星聚家人的合影。然后这是语言家李景熙，然后平民教育家与妻子万茜、儿子黎山、黎峰、黎哲伟的一个合影。然后这里是树峰楼，然后这是1954年李景熙在北京与毛主席的合影。这是2005年黎18兄弟后人27人从全国各地及海外回到家乡观光祭祖，然后在这座黎18郡的门前进行合影留念。这是黎18兄弟合照的一个放大图，拍摄于1930年。好了，这座黎氏故居里面的一个大致参观。现在我们进入其他房间看看这座故居还保留了哪些设施。哇，这么大的是什么？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粮仓，就是收割稻谷啊，收割一些谷物的时候放在这里进行隔潮，它不能放在地上，因为地上它会有湿气有潮气，就会影响谷物会发霉发芽。哦，
它这个就放在中间，就方便隔巢防鼠。然后这边是这里就只有一个照片。这里以前是作为一个什么样的设施，现在没有做说明，所以也没办法进行一个解释。为什么这里要搞一个凸起来的小平台？这个爸爸也不知道。到后面了。这个房子呢，它的这种立柱啊，也是后期用这种水泥做的，石墩子还是200年前这种石墩子，包括有一些雕刻啊、花纹呐，但是它这个柱子是后期重新弄的，做了一个加固。这是黎氏八郡的一个后山。在古代啊，有一些大富大贵啊，一些达官贵人的家族啊，他们在选址建房子的时候啊，都讲究的是一个山水风水，会专门请风水先生帮他们选址。一般来说都会选择一些依山傍水的好位置，希望延绵子孙，子孙发达，家族兴隆昌盛这样的一些寓意。现在雨过天晴后，好多蜻蜓在我们面前飞来飞去，黄配黑的，黄色配黑的那个蜻蜓。好了，现在我们来聊一聊黎氏八郡家族的一些背后的故事，它的一些成长史。黎氏故居是由祖父黎宝堂所建，后面由他的也就是黎氏八郡的父亲黎松安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扩建，就有现在的一个规模，也就是我视频开头所说的有12亩的地方。故居背靠小霞山，坐东朝西，原有房屋是有47间，为青瓦木质的一个结构。但是经过战争啊，以及上百年来的一个变迁，很多部分已经大变样了。黎家是一个书香门第世家，黎宝堂是前清的科举人，黎培南是世乡闻名的文人学士，也是齐白石的挚友，也就是黎宝堂之子，也就是黎培南。他为什么又叫黎培南呢？他是的一个在古代有字、有号、有名，其实也就是黎氏八郡的父亲黎培南，也叫黎松安。他是晚清的贡生。他之所以能够把黎氏八兄弟还有3个姐妹培养成才，得益于他们祖孙辈的一个延续不断的培养，以及先进的一个教育文化理念。在100多年以前，黎宝堂之子黎培安，黎松安，也就是黎氏八郡的父亲，讲述中国古籍4书5经的基础上，还教他们数学、博物、音乐、美术等西式课程，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教，培养了李景虚、李景辉等后人坚硬不拔的一个毅力与高度的专注力。这样子，黎氏八郡以及他的3个姐妹，在后面所有的成就都离不开父母的教育与栽培。母亲叫黄根，就是黄远吉的3女儿，
他知书达理，善理家政，靠自学能够看书填词，是一位通晓诗史经文的大家闺秀。相夫教子，然后在黎松安家把他下面的孩子培养得非常出众。好，现在我们来具体说说长子，也就是语言学家李锦熙的故事。李锦熙生于1890年，逝世于1978年。清光绪31年入县学为副生，早期加入过同盟会，也就是跟孙中山那一个年代。他是中国的巨婴之母之父，语言学的泰斗，毛泽东都在他手下做过教员。这是李锦熙的一个介绍。老二叫李锦飞，他是中国的著名音乐家、儿童文学家，他是中国音乐界公认的留学音乐之父，有小小茉莉，妹妹我爱你，是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他流行的歌曲集《家庭爱情歌曲100首》，将中国的音乐发展向前推进了接近20年左右，同时将西方的爵士乐与中国本土民族音乐结合，在中国乃至东南亚进行一个推广，使中国的音乐向全世界进行发展，面向国际化。他同时也被称为中国儿童歌舞剧之父，像神仙妹妹、葡萄仙子、老虎叫门、三个宝贝、可怜的秋香等等，都是经典之作，在儿童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李锦耀就是采矿的一位专家，他生于1895年，逝世于1954年。年过60旬的时候，还自告奋勇去海南去探矿，但是第2年不幸在海南逝世了。李锦宇呢，是从教育局长一直做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辑，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位人物。然后李锦景呢，是中国第1座大型桥梁的设计者，当然是在北方，他不能叫做中国整个社会的奠基人，他只是北方第1座大型铁路大桥的设计者之一。李景明呢，是受到鲁迅称赞的一位乡村作家。他在1924年创作了处女作《小画家》，就控诉了当时社会教育制度的残缺以及不公，对青少年影响非常大。李景光，尤其是在华人在海外大家都可能有听说过他的一首《夜来香》，风靡海内外。在上海流行音乐家有歌王之称，采槟榔、香格里拉、天涯歌女以及电影的《春江遗恨》插曲都是出自于李景光之手。李景阳是中国历史上第1位亚裔畅销书作者，李氏家族最小的弟弟，他是生于1917年，于2018年逝世，活了100多岁。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创作了非常多的著作，而且在百老汇那块都非常有名。这8位兄弟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非常令人
值得称赞的成绩。同时，这位母亲黄公生下的另外3位女儿也是非常不错。像他们的大姐李锦嘉是生于公元1893年，逝世于1968年，毕业于湖南州南女校。但是她这位大姐呢非常孝顺，所以她终身就留在了这座祖宅，也就是我镜头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来侍奉双亲，一直到她的父母过世后，她的丈夫为福建商人赖继言，黎氏八郡的2姐叫李锦煌，毕业于天津师大，从事文教工作。丈夫是王仁玄，是中央农工民主团的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黎氏八郡中最小的一个妹妹叫李锦文，是农工团农工民主党中央工作人员。丈夫为冯世才，也都是一些达官贵人的结合。好了，关于这座黎氏故居，我们可以看得到这座风水宝地啊，培养出来的人才啊，让人赞叹不已。虽然这个地方显得有一些破败不堪了，但是培养他们的这块宝地，能够让他们子孙后代更加的出色。好了，听完黎氏八郡的故事，我终于明白了，他们生活在一个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书香门第家庭，还有他们这种坚韧不拔的求学精神，值得我们后人去学习思考。黎氏八郡的故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订阅。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并关注。参观完这座黎氏八郡故居，让人不得不感慨，这个家庭能够将11位孩子教导得如此厉害。更重要的是，这11位孩子在社会上所创造的价值以及贡献，令人刮目相看。而这位母亲，她更懂得最好的家训从不是严苛教条，而是让向上成为家风的自然流向。最成功的教育是让每个生命既能扎根传统，又能向着时代舒展枝叶。而这位母亲更加证明了真正的门风是因爱与远见，让平凡屋檐下长出改变时代的力量。所以我们希望每个家庭对待孩子都能够以宽厚、仁慈、博爱、鼓励以及全方位的教学，让每个孩子而不是死读书。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灵活运用，掌握现代科技。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快乐的去学习知识，而不是以强迫的手段去让他们做不喜欢的事情。这样你的孩子，我们的孩子都将成为社会大家庭的一员，成为社会的能够为社会添砖加瓦。好了，这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